随着8名装卸工被杀，那名化身装卸工的杀手表现十分淡定地从机舱内走了出来。出来后，他娴熟地将硕大的舱门锁闭，乘坐升降机下到地面。在与他那已经提前下来的7名同伴会合之后，8人直接化身装卸工，有条不紊地将刚刚装满集装板的运输车开走。而这时，波音777里的飞行员已经开始向塔台申请起飞，要求立刻起飞返回塞浦路斯。由于这架飞机原本的飞行计划就是卸货之后立刻返程，所以塔台没有任何怀疑，直接放行。于是飞机重新启动引擎，载着8具尸体向着跑道尽头滑行而去，很快便腾空而起，消失在夜色之中。而与此同时，那8名假冒的装卸工在完成偷天换日之后，娴熟地将运输车开到了指定的带入关地点，随后便大摇大摆地结伴向着出口走去。此时隐藏在暗处的叶晨心中十分疑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次被神秘组织派来执行任务的8个人，每一个都在清醒自由的状态。如果按照547所说，神秘组织为了防止死士在进出驻地时记住驻地的位置，所以在让他们外出执行任务之前，会在他们还没有离开驻地的时候用药物让他们彻底昏迷。可是这个规则明显不是用于这8个人，难道这8个人并非死士？从基础逻辑来说，既然神秘组织并不担心这些人记住驻地位置，那就证明这些人在这个组织内部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是高过死士的。而既然这个神秘组织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提防这8人，那他们也就没有了借用伯根作为跳板的必要。这也就意味着伯根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至于那8个刚刚被杀的装卸工，他们也绝对不是死于无辜，因为他们本身就在配合这8人隐藏身份。在叶晨看来，这8人原本应该只是暂时帮这8名杀手入境，待他们执行完任务回来之后，再将他们8人换出去，到时候他们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切，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于是他立刻吩咐万破军想办法调查一下今晚在机场当班的这8名装卸工，查一查他们的底细，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吩咐完万破军之后，叶晨便立刻尾随这8人离开了机场的货运场。这一路，叶晨发现机场除了这8个假冒的装卸工外，看不到其他工人，而这8人的离开也没有任何人检查阻拦。8人顺利走出货运场，此时此刻，在货运场外面停了一辆纯电驱动的厢式货车，其中1人走到货车的左前方，伸手在轮胎上方摸了摸，便顺利摸到了一把车钥匙。随后他冲其他7人使了个眼色，另外7人立刻心领神会。拿到钥匙的男人直接拉开驾驶室的车门坐了进去，另1人则坐进了副驾，至于剩下6人则直接打开厢式货车的尾部货箱门，一个个飞快地跳上了车。紧接着驾驶室的男人挂上了前进档位，油门一踩，车身随着车轮的转动而轻微晃动。可这8人谁都不知道，就在车身微微晃动的那一刹那，一袭黑衣的叶晨如一片落叶般飘然落在了厢式货车的车底。没人发现异常，开车的人一脚油门，电机驱动的货车仅发出细微电机转动声，便快速开了出去。这辆车驶离机场之后，并没有向着市区的方向行驶，而是一路朝着西南驶入了勃根南部的市郊。北欧由于地势南北狭长，多数国土都在北极圈内，所以农业实力相对薄弱。不过勃根位于北欧的南部，天气相对温和，而且地势相对平缓，所以这里的郊区大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
西方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所以在勃根的市郊很少见相对集中的社区，而农场由于占地面积都比较大，所有这里的住户也都比较分散，几百上千米才有一户人家。趴在车顶的叶晨看着周围的环境，心中愈发疑惑。这个神秘组织不远万里送来8名杀手，还不惜干掉了8名机场装卸工，可他们却把车开到了这种人烟稀少的大农村，他们的目标究竟会是什么？此时叶晨身下货车的速度忽然放慢了不少，车辆的灯光也忽然关闭。由于纯电车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它在行驶时最大的噪音是轮胎与路面产生的胎噪，以及电机高速转动时音量不大的啸叫。一旦车辆速度减下来，胎噪和电机啸叫声也都会迅速下降，所以此时这辆关了灯的纯电货车在这个静谧的夜间小路上几乎如幽灵一般无声穿行。叶晨顿时打起了12分的精神，这帮人忽然如此谨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而此时叶晨听到驾驶室里坐在副驾上的那人用中文说道，还有2公里就到了，先停下，让兄弟们开始上装备吧。货车立刻在路边停稳，随后2人同时从驾驶室下来，快步跑到车尾。司机轻轻用指尖在尾门处点了点，尾门便立刻从里面打开。货箱里的6人此时已经换上了全套的作战装备，防弹衣、头盔、枪械几乎都与547当初刺杀叶晨外公外婆一家人时所携带的装备一致。2人跳进货箱之后，其他人立刻将准备好的装备递到他们跟前，快速帮助他们穿戴起来。随着这2人也武装到了牙齿之后，先前坐在副驾驶的那人语气非常严肃地说道，所有人2两一组，相互检查一下装备，绝对不能有任何疏忽。遵命。其他人立刻做出回应，随后货箱内便传来一阵弹夹插入、枪械上膛的声响。所有人装备检查完成之后，为首那人开口道，我最后再跟大家复述一下任务要求。英主的要求是，除了目标必须活捉带走之外，其他人格杀勿论，一个不留。尔等明白了吗？另外7人不假思索地说道，明白。那人认真道，今天是我们走大运，这次要抓活口的据说是英主苦苦寻找了几10年的目标，英主直至今天才得到对方的确切消息，而且就近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分配给了咱们骁骑卫，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绝对不能让英主失望。这是我们骁骑卫在英主面前重振雄风的绝佳机会。另外7人神情一凛，一个个难掩激动地说道，指挥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绝不让英主失望。好，被称作指挥使的男子豪迈笑道，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晚。说完，他看向司机，开口道，小四，按照计划，车就暂时停在这里，你跟我们一起前行过去，如果任务进展顺利，你中间就可以回来开车了。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指挥使。我明白了。指挥使点点头，朗声道好。下车。随着他一声令下，货箱的尾门打开，8个身穿黑衣、手持黑色枪械、头戴黑色面罩的杀手悄无声息地跳下车，随后便迅速引入路边的农田，向着前往快速的无声移动。叶晨趴在货车顶部，紧盯着这8人的身形，准备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万拓军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叶先生，属下已经调查了那8名当班装卸工的身份信息，信息中显示这8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本土公民，而且历史档案十分清白，不像是什么身份神秘、来历不明的人。而且他们的银行账户
都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忽然分别收到了一家美国企业打来的100万欧元现金。打钱的时间只比这架飞机申请前往伯根航线的时间早了1个小时。我怀疑他们就是临时被巨额资金收买，所以才与这些人配合。说着，万破军又道：对了，叶先生，给他们打款的美国企业就是您小舅妈娘家控股的一家公司。叶晨听到这里微微一愣，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小舅妈那条线，他们已经完全不怕暴露了，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汇款，大概率是已经做好了所有风险隔绝。以后这条线怕是也查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万破军道属下也这么觉得。叶晨道：根据时间轴推测，这个神秘组织应该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才临时收买了这8名装卸工，然后再在起飞前的4个小时内，根据这8人的面部特征制作了硅胶材质的倒模面具，随后再让那8名杀手以这种方式悄悄入境。而这8名装卸工原本还想着配合他们玩一个偷天换日，随后轻松赚取巨额资金，可没想到这个组织虽然舍得花钱，但却根本不会留下任何活口。每人账户里的那100万欧元的巨款，也只是有命赚没命花。说到这里，叶晨也不禁感叹道：这个组织做事确实非常缜密。他们来时的那架飞机刚才已经重新起飞了，他在伯根机场留下的信息就是这8人卸完货之后，他便正常起飞返航了，而且他是在这8人失踪之前起飞，所以表面上看不会有任何嫌疑，即便这8人最后被发现失踪，也没人会怀疑到这架飞机的头上。这时李亚林的声音传来，开口道：叶少爷，远泰国际速运在尼日利亚的那架货机刚刚申请了20分钟后起飞的航线，要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飞瑞典哥德堡。叶晨皱眉问道：瑞典应该跟北欧挨着吧？对，李亚林道：哥德堡距离您现在的位置大概600多公里。叶晨又问：飞机从尼日利亚飞到瑞典大概需要多久？李亚林道：7个多小时的样子。叶晨点点头，看来这8个人执行完任务之后，要一路赶去瑞典哥德堡与另一架飞机会合。说罢，叶晨微微一笑，戏谑地说道：看来这架飞机要白跑一趟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